2025年10月21号，日本国会选举高市早苗为第104任首相，她也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。这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突破，更标志着日本政治路线的明显右转。高市早苗是民主党内典型的保守派代表人物，长期主张强化国防修宪、经济安全优先，曾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，并且在台湾问题上发表强硬言论。他的上台意味着日本可能进入一个安全优先、经济去依赖的新阶段。这次他能执政，是自民党在失去公民党支持之后，和日本维新会达成格外合作组建的新执政联盟。这种合作形式并非传统的联合政府，维新会成员并不入阁，因此政治基础相对松散，也使未来政策推进充满了不确定性。高市政府的政策方向主要有3点：第一，就是扩张性的财政，他主张保增长优先，计划通过基建、军工和科技投资刺激经济。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早已高企了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就是 IMF 2025年的报告，日本公共债务的规模大概是它 GDP 的255%到260%之间，是全球债务负担最重的主要经济体。在日本央行逐步退出超宽松政策的背景之下，财政扩张可能会推高国债收益率，使债务风险再度被放大。第二，就是强化产业自主。高市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战略，核心是供应链的去依赖化，目标就是在半导体、AI、能源装备等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，打造技术立国、制造立国的新工业体系。但是这个政策可能会加剧中日科技和制造业的竞争，并且在区域经济当中形成再分层效应。第三，就是强化国防和外交安全，它支持将防卫预算提升到 GDP 的2%以上，继续深化美日同盟，并在亚太安全事务当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。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在印太地区承担更强硬的安全地位，地缘紧张可能会因此上升。所以短期来看，日本的财政刺激有望支撑国内需求和股市，但是更大的挑战在政治和外交层面。首先就是内政风险，政策执行面临着阻力。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派系基础相对薄弱，国会席位也不足以确保绝对主导地位，这使得他的财政扩张和修宪路线都将面临强大的阻力。第二就是地缘风险了，中日关系会趋紧，在台湾、南海经贸议题上摩擦可能会增多，区域供应链的稳定性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压力。第三就是外交和资本市场，风险溢价会上升，国际资本可能会阶段性的追捧美元避险资产，亚洲市场的波动性将因此放大。